先看三个数字，政府主计单位公布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.6%， 是17个月以来的新高，也是连续第二个月站上 2% 这条通膨的警戒标准。同一份资料里，外食费年增 3.02%， 比整体物价还高。而推高6月物价的主要是三件事：6月1日开始的夏季电价、豪雨让蔬菜减产，还有油价。其中家庭用电年增 4.47%， 高丽菜一项就涨了 26.65%。这里有个容易被跳过的地方，电价是6月1号生效的，菜价是这个月被雨打上去的。但我们在餐厅看到的菜单大多不是6月改的。成本什么时候会走到菜单上？中间隔了多久？这一集就聊这件事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一家店的账，以这一行常用的抓法，食材大约占收支的30%，人事约2.5%，租金1%到1.5%，加起来大概7%。剩下的3%要放水电、包材、机器维护、平台抽成，还有利润。所以电价一动，菜价一动，压的是那剩下的3%，不是不痛，是先被吃掉的是利润。那为什么不马上调价？因为改一次菜单是一件有成本的事，菜单要重印，店内海报要换， POS 系统的品项要改，外送平台的价格要重设，这些加起来要人力和时间。更关键的是，很多食材不是每天现买现算，连锁店和团膳跟供应商签的是月结、季约，甚至半年约。合约没到期，进货价其实还没变。于是就出现了一段时间差，成本已经上去了，但菜单还维持在上一次调价的价格。店家先自己吸收，吸收到撑不住才会一次改。而且这段时间差，不同的店长都不一样。路边的小吃摊几乎是天天去市场，菜价一动，成本当天就变，调价也可以贴一张纸就完成。连锁店刚好相反，合约撒住进货价，涨价要总部核准，要通知所有门市，要同步外送平台，一定就是几百家店的事，所以反应慢，但一动就是全面性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先看到巷口面店默默涨了5块，过几个月才看到连锁品牌发新闻稿。同一波成本，只是走完流程的时间不一样。如果你也喜欢从一份餐点看懂背后的整个产业，记得订阅餐饮之外，我们每天都有新影片陪你把这些现象一个一个聊清楚。这件事有个名字叫成本传导，意思是上游的成本变化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会走到终端的售价上。这不是餐饮独有的，制造业、零售业、运输业都在跑同一件事。传导的速度大致由3件事决定。第一，契约长度，合约撒得越久，传导越慢。航空公司的燃油附加费可以按月调，但签了年约的代工工厂，原料涨了也得先扛。第二，定价自由度，价格牌越好改，传导越快。加油站每周一调价，超市每天可以改价格牌，但印在菜单上的数字1年可能只动1次。第三，能不能被取代？这一项对餐饮最致命。一顿饭可以换一家店，换超商，也可以自己煮。可以换的选择越多，越不敢一次涨足。把这3件事摆在一起，就会看到不同产业的节奏差很多。国泰航空的燃油附加费可以随着油价按月调整，所以6月的机票也被列进推升物价的原因之一。但电费和房租是签了合约的，对店家来说，要隔一段时间才重新谈一次。同一波成本，有的产业几周就反应完，有的要等1年。所以餐饮很少一次调到位。常见的做法是分批来，先小幅调几个品项，把分量或配菜微调，或者推新品的时候直接用新价格，原本的品项先撑着。这里有个贴题的名词叫菜单成本。
经济学拿它来指企业改变化时要付出的那些额外代价，名字就是从餐厅的菜单来的。它解释的一件事，价格很少是连续在动的，通常是隔一段时间跳一次，因为每跳一次都要付钱。回到餐桌上，这段时间差会留下2个痕迹。第一个是慢半拍，今年6月的电价和菜价反映到菜单上可能要等到下一季。鼎泰丰6月宣布部分品项调整，平均约 5%， 讲的理由是原物料和人事成本持续上升。这句话指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累积的，不是这个礼拜发生的。第二个是不对称，成本涨的时候，菜单慢慢跟上，但成本回落的时候，菜单通常不会跟着降回去，因为涨价本身就要付一次改菜单的成本，降回去等于再付一次，而且往上调的难度会变更高。店家自己的调查也指向同一边，回报食材成本波动大的有6%，人事成本过高的有5%，这2项都不是一天之内解决的问题。还有第3个痕迹是分化，同一波成本压上来，不同的店只能走不同的路。品牌力够强的，涨价客人还是会来；没有品牌溢价的，一涨就掉客，只好减少分量，换便宜食材，或者干脆不涨，把利润让出去。撑得住的和撑不住的，差距会在这种时候被拉开。所以物价数字看起来是一条线，实际上底下是一群速度完全不一样的店。政府主计单位也说，7月的涨幅可能缩小，但仍会在 2% 以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付的价格反映的是前一段时间的成本，而现在的成本会在往后某一天出现在某一张菜单上。所以下次看到一家店涨价，也许可以多想一步，它是现在成本变高，还是已经撑了很久？而如果哪一天成本真的回落了，我们会期待菜单也跟着降价吗？还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它不太会？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